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五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公开表示，如有必要，英国将会与阿富汗新政权合作。What I want to assure people is that our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efforts to find a solution for Afghanistan, working with the Taliban, of course, if necessary, will go on. 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周三爆料，在阿富汗混乱加剧之际，约翰逊被拜登无视了36小时。报道称，当地时间周一一早，约翰逊就开始联系拜登，讨论喀布尔沦陷问题，然而却被拜登足足晾了36个小时，直到周二晚10点，两人才通上电话。这令原本就不满拜登匆忙撤军决定的英国政治界更加恼火。脱欧派领袖英国独立党前党魁奈吉尔·法拉奇就踢爆，事实上，在喀布尔沦陷后的48小时里，拜登都没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过话。他为此斥责拜登对待约翰逊和其他北约盟友简直是蔑视，并质问说：“美国仍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吗？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侧面印证了法拉奇的推断。沙利文在周二的简报会上承认，自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，拜登还未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就此进行交谈。拜登这么长时间没有和自己的亲密盟友联络，这可能是因为阿富汗巨变之后，他面临的国内压力非常大。他首先要摆平国内的这些压力、这些问题，他需要解决和军方和国务院进行协调，怎样制定一个执行计划，把滞留阿富汗所有美国人撤出来。所以他已经根本顾不上和自己的盟友去协商去什么的。一名英国内阁大臣认为，拜登此举与约翰逊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后者一直在与欧洲领导人保持联系，并呼吁召开七国集团领导人紧急会议，以讨论应对方法。这名内阁大臣还说，美国本应在联合国和 G7发挥领导作用，但坦率地说，目前我们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领导力。德新社的分析文章指出，拜登上台后一直在宣扬美国回来了，还多次对盟友许诺要开创合作的新纪元，但他没有考虑盟友的想法，独自决定从阿富汗撤军。尽管他知道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本应一同结束，包括可信赖伙伴在内，拜登极力打造的几种人设均在阿富汗坍塌。澳洲网日前刊发题为《阿富汗变天，美国坑队友，澳洲很无奈》的评论指出，面对美国在阿富汗仓皇撤军，塔利班重新占领喀布尔，盟友澳大利亚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对美国充满失望。华盛顿阿拉伯中心的研究员乔·马卡龙发表在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一篇评论文章里，就以一个不可靠的盟友为分标题，指责拜登政府的无序撤军。文章指，这一行为强化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的一个看法：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，只要符合自身的利益，美国甚至不惜与敌人达成协议，并且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不可预测的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更是直接承认，阿富汗的局势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进一步质疑美国的信誉。美国的盟友通过阿富汗的事例，更加明白美国是靠不住的。美国在处理阿富汗这个撤军问题上水平低下，可以说姿势很难看吧，让这个欧洲人心里嘀咕。那将来如果其他的盟友遇到这种危难时刻，美国会不会出手相救？会不会也像对阿富汗的人那样这个袖手旁观？所以这个盟友也是对美国的这个可靠性这个产生了怀疑。